近年科学家震惊地发现，我们人体中竟然还藏着一个第二个脑，而这位隐藏的指挥官不在头颅里，而是在每个人的肚子里，肠道。更不可思议的是，肠道中的无数细菌似乎能影响我们的情绪、记忆与心灵。坊间甚至出现所谓精神益生菌的保健品，号称吃了可以让心情变好，压力变小。但这是真的科学新革命，还是商家夸大的噱头，骗人交的智商税呢？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个既新奇又重要的领域，请准备好，这将是一场从脑到肠的奇幻旅程。首先，让我们从日常经验说起，你是否有过紧张到肚子痛，或者兴奋得肠胃翻滚的体验？俗话说，肠子打结，形容人极度焦虑不安时，连肚子都在翻腾。还有直觉这个词，我们常说凭直觉行事，英文里甚至有跟着你的肠胃走 Go with your gut 的说法。当我们做决定时，仿佛肚子里也有个声音在给意见。这些有趣的现象其实早已暗示我们的肠道和大脑之间有着神秘又紧密的联系。事实上，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隐约抓到了这个重点。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过，万病始于肠道。在东方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也记载，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意思是人的精力和大程度上取决于肠胃功能。古人这些智慧如今看来惊人地前瞻。现代科学正逐步证实，人体许多疾病和身心状态的根源真的跟肠道密不可分。但在很长时间里，科学界并没有重视肠道对情绪和大脑的影响。我们一直以为大脑这座神经中枢操控一切情绪的产生全靠大脑内的化学物质，肠子不过是消化管道。然而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一系列发现开始动摇这种看法。科研人员惊讶地发现，人的肠道里竟然藏着一个规模庞大的神经网络，拥有独立自主的功能。这被称为肠道神经系统 ENS Enteric Nervous System， 俗称肠脑或第二大脑。为什么叫它第二个大脑呢？因为它实在太像一个脑了。肠道神经系统从食道一路延伸到肛门，分布在消化道壁内有数以亿计的神经元细胞。有人形容我们肚子里的神经元总数多达数亿个，规模仅次于脑部，远超脊髓中神经元的数量。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腹中都藏着一个迷你版的大脑。更奇妙的是，在胚胎发育时期，脑和肠来自相同的起源，它们最初都是一团神经胚胎组织，后来一部分发育成了我们的中枢神经、大脑和脊髓，另一部分一路南迁，成为分布肠胃的神经网络。所以大脑与肠道从娘胎里就是同根生的亲兄弟。难怪科学家戏称肠道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这个肠道之脑有什么用呢？主要职责当然是管消化，它负责协调肠胃蠕动，分泌消化酶，控制血流来吸收养分等等。更厉害的是，肠道神经系统能够脱离大脑自主运作，也就是说，你的肠胃消化食物不断蠕动，并不需要你用大脑去想着我要消化了，它自己就能完成。即使完全切断脑对肠的神经联系，比如某些动物实验中，肠道仍能正常蠕动分泌，仿佛有自己的小智慧在掌控。听起来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原来我们肚子里一直住着一个自动导航系统。然而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发现是，这个肠道之脑不仅管消化，它还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和感受。科学家发现，肠道神经系统能通过多种途径和我们头脑中的大脑沟通，并且这种脑肠对话居然对情绪、压力、反应甚至记忆力都有影响。过去几十年，医生常常观察到肠胃病人容易伴随焦虑、忧郁等心理问题，例如肠躁症、IBS 患者中很多都有情绪困扰。起初大家以为是这些人因为长期腹痛腹泻太痛苦，所以才郁闷焦虑。然而新研究颠覆了这个因果关系，可能是肠道本身的问题先引发了情绪的改变。肠子不爽，信号传到大脑，使人心情跟着烦乱，这就像肠道在影响大脑的运作。举个例子，医学界发现，当肠道受到慢性刺激或发炎时，
肠道神经系统会释放信号给中枢神经，诱发大脑产生焦虑或抑郁的感受。肠躁症患者的大脑影像显示，他们处理痛觉和情绪的脑区非常活跃，似乎肠道的不适在不断敲击，大脑让人坐立不安。这解释了为何肠胃功能紊乱的人罹患忧郁症和焦虑症的比例明显高于常人。统计显示，大约3%到4%的功能性肠胃病患同时有情绪障碍，可见肠胃与情绪间关系之密切。明白这个道理后，治疗上也出现了创新思路。肠胃科医生现在有时很像心理医生，会开抗忧郁药给肠躁症患者，不是说他们心里有病，而是因为某些抗忧郁药可以作用于肠道神经，减轻肠胃的不适，进而改善病人的心情。同样地，心理治疗如认知、行为疗法、催眠、放松等，不仅治心，往往也能减轻肠胃症状。脑肠本来就在对话，治疗一端，往往两端都有收获。这种全新的脑肠共治理念正造福许多身心疾病患者。谈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肠道怎么把消息传给大脑呢？它们距离这么远，又没有长电话线，靠的是什么？通信。其实脑和肠之间有高速公路一般的神经干线相连，那就是迷走神经。迷走神经是一对从脑干发出的长神经，直通心脏、肺部，一直延伸到肠胃。它就像信息高速路，双向传递信号。当我们肠胃有动静，比如胃胀了，肠道受刺激了，迷走神经立刻把消息几乎瞬间传到大脑。我们的大脑也能通过迷走神经调节肠胃的活动。最近的研究甚至发现，肠壁中某些感应细胞可以直接通过突触和迷走神经纤维相连，在几秒钟内把肠道动态告诉大脑。这几乎是实时通信的速度，难怪有人形容迷走神经是脑肠之间的热线电话。除了神经通道，还有内分泌通道和免疫通道。肠道被称为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之一，因为它能分泌各种激素和信号分子。例如，肠细胞分泌的血清素有 95% 是在肠道产生的。是的，你没看错，人体中高达95%的血清素都由肠道制造，大脑只产出少少的 5%。血清素不仅在肠道里调节蠕动，它的一部分还会影响到脑内神经元的活动，左右人的情绪和食欲。再如多巴胺，这个和大脑奖励机制、快乐感受有关的神经传导物质，有约一半是在肠道合成的。想想看，我们平常以为情绪全由大脑那些化学物质决定，结果发现这些快乐因子大部分产自肠子。难怪有人打趣说，抓住你的肠道，就抓住了你的情绪开关。此外，肠道还掌管着人体免疫的大本营，超过 70% 的免疫细胞驻扎在肠黏膜。肠道内的菌虫和免疫细胞互相作用，产生各种细胞激素，例如发炎因子等。这些化学信号分子可以通过血液循环跑到大脑，影响脑内的炎症状态和神经活动。如果肠道菌虫失衡，引发慢性炎症，脑内环境也会受到牵连，可能增加焦虑和抑郁风险。反过来，压力过大时，体内皮质醇等应激激素升高，会让肠道通透性变差，细菌失衡，诱发发炎，又再次影响大脑，于是形成恶性循环。现代人常常压力大，胃肠不适，情绪低落，其实可能就是陷入了这种肠脑恶性循环中。总而言之，我们的肠道通过神经、体液、激素和免疫3大管道，时时刻刻在和大脑聊天。这种双向对话被称为肠脑轴 Gut-Brain Axis。 而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肠脑轴中一只重量级发言人的角色——肠道菌群。没错，就是生活在我们肠子里那几兆等于10000亿个细菌、小真菌、病毒们。我们每个人肠道内居住着数十万亿计的微生物细胞，数量比人体细胞还多出好几倍。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只是他们的一个大型行走容器。这些微生物携带的基因总量比我们人类自己的基因组多出几十倍，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额外的代谢程序。长久以来，我们与这些肠道菌群共生共存，密不可分。那么，这些小家伙们如何影响我们的脑和行为呢？这正是科学界近年最火热的研究方向之一。其实早些年就有一些惊人的线索。
把动物肠道里的细菌抽干净，培育无菌属，它们的大脑和行为竟会异常。在2004年，日本科学家须藤博士做了一个经典实验，他养了一群完全没有肠道细菌的小白鼠，无菌鼠，发现它们面对压力时分泌的压力荷尔蒙，例如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比正常老鼠高出好几倍，反应极端强烈。换句话说，特别焦虑易躁。更妙的是，当他把一些正常鼠的肠道细菌引入无菌鼠体内后，这些小鼠的应激反应慢慢恢复正常水平，变得没那么过度紧张了。也就是说，肠道微生物的存在居然能校准动物的压力反应系统，没有它们，大脑的情绪阀门就拴不住。这个发现令人大开眼界。从此之后，各国科学家展开了肠道菌与行为的大探索，一系列动物实验让人直呼这也行。研究者把胆小怕事的老鼠和大胆好动的老鼠交换肠道菌，结果胆小鬼接种了大胆鼠的菌后，行为变得比较大胆，反之，大胆鼠植入胆小菌后，居然变谨慎退缩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抑郁症和肠道菌实验。中国和欧美的团队分别做过类似研究，将抑郁症病人体内的肠道菌群样本移植给实验鼠，没多久，小鼠居然出现了类似抑郁的行为表现，活动减少，兴趣缺乏，对甜水没兴趣，这是评估小鼠快乐动机的指标之一。反之，如果移植健康人的肠道菌，小鼠行为就较正常活泼。这种粪便移植实验强力说明，肠道菌群中确实藏着影响情绪和行为的因素，甚至抑郁情绪可能通过菌群传递。听起来有点像恐怖科幻，但这是真实研究结果。除此之外，肠道微生物还会制造许多神经活性物质，例如有些乳酸菌能产生 GABA， 一种让大脑镇定放松的物质，某些肠菌会释放乙酰胆碱、多巴胺前体等等。这些物质有的可以通过迷走神经影响脑细胞，有的进入血液影响全身。有项著名研究发现，给小鼠喂食一定剂量的乳酸杆菌 Lactobacillus 阿菌株，连续几周后，小鼠的焦虑和抑郁行为明显减轻，测得脑中跟紧张有关的压力激素下降，而与放松有关的 GABA 受体表达改变。当研究人员切断这些老鼠的迷走神经，再喂同样的益生菌，这次效果却消失了，仿佛没有了那条脑肠神经线，益生菌发不出影响。这直接证实某些肠道益生菌可以通过迷走神经途径改变大脑的生化状态和情绪反应。接二连三的研究让科学家开始重新审视谁才是情绪的主宰。我们一直以为是大脑里那些神经元在决定我们的开心或悲伤，但现在看来，住在肠子里的那票小东西对此影响极大。爱尔兰的神经科学家约翰克莱恩 John F. Cryan 就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名言，如果微生物真的在控制大脑，那么微生物其实就在控制一切。虽是戏言，却折射出背后巨大的可能性。也许我们的某些情绪念头真不是纯粹自发的，而是肠道菌群在暗中使坏，或者说充当一个幕后黑客，改写了大脑的程序。比方说，你半夜突然很想吃巧克力、奶茶这些高糖食物，是谁在嘴馋？研究指出，肠道里喜欢吃糖的细菌会分泌一些影响神经的分子，刺激你产生对甜食的渴望，好让它们饱餐。再比如，当我们肠道菌群多样性不足，人就容易出现焦躁失眠，可能是因为缺少了某些能制造镇静物质的菌种。有科学家把这种现象戏称为人体宿主被肠内共生菌操纵。乍听恐怖，但别忘了，大部分时候这些菌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与肠道菌共生共荣，它们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合成维生素，训练免疫系统，而它们从我们吃的东西中获取营养。偶尔小小的影响一下宿主的情绪和行为，好让自己也过得更好，或许也是演化默许的潜规则吧。随着研究深入，科学家更发现肠道与多种神经精神疾病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自闭症儿童常有严重肠胃问题，例如慢性便秘或腹泻。有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肠道内某些有益菌明显缺乏，而某些产毒素的菌偏多。
美国一项小型试验对自闭症儿童进行了肠道菌移植疗法，结果不仅肠胃状况大幅改善，孩子们的社交行为、沟通能力也有一定提升。虽然仍无法说肠道菌能治愈自闭症，但至少说明了肠道环境与大脑发育障碍间存在关键联系。再看帕金森氏症，长期以来医界就注意到，很多帕金森病人在出现手抖、行动迟缓等典型症状前的10几年就开始有严重便秘、嗅觉下降等问题。有学说认为，帕金森病可能起源于肠道神经元中产生的异常蛋白，如阿尔法突触核蛋白，沿迷走神经一路传播进入大脑，导致脑中多巴胺神经元退化。更支持这点的是，有资料显示，过去某些重度胃溃疡病人接受迷走神经切断手术后，日后罹患帕金森的风险竟显著降低，仿佛切断了肠到脑的病变通路。而在帕金森患者肠道菌群的研究中，也发现他们肠内微生物的组成和代谢产物异于常人，一些产短链脂肪酸的益菌减少，而某些可能促炎的菌增加。短链脂肪酸像丁酸盐，对脑具有抗炎和滋养作用，减少了可能让脑部更脆弱。这些发现让人期待，未来甚至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延缓帕金森等神经退行疾病。就连记忆和认知似乎也和肠道有关。动物实验中，无菌环境下长大的小鼠不仅更焦虑，学习和记忆能力也较差，可能因为缺乏菌群的刺激，导致海马体掌管记忆的大脑区域发育不全。在人类研究方面，最有趣的是有些益生菌对记忆力的影响。2016年，有项临床试验，让一群志愿者每天服用特定的益生菌 B 菌肠双歧杆菌1714株，结果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在面对压力时自评焦虑较低，而且在某些记忆测试中的表现比没吃益生菌的人更好。2017年，一项著名的澳洲 ESMI 试验则从饮食角度证明了肠脑关联。研究者招募了抑郁症患者，指导他们将饮食调整为地中海式健康饮食，富含蔬菜水果、全谷物坚果、鱼类，少吃加工食品和高糖食物，持续1-2周。结果发现，饮食改善组的患者抑郁症状明显减轻，有超过30%的人抑郁指标下降到痊愈水平。相比之下，只接受社交支持但不改变饮食的对照组，只有约 8% 达到痊愈。这是历史上首次随机对照试验证实，健康饮食本身可以作为辅助治疗，大幅改善抑郁症。为什么换个菜单就能赶走忧郁？一大合理推测就是，大量的蔬果全谷提供了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元营养，喂养了有益的肠道菌群，随之而来，肠道发炎减少，快乐化学物质增加，大脑自然受到正面影响。相反，长期高糖高脂的饮食会培养出一批垃圾菌虫，产生对身心有害的代谢物，加剧发炎和情绪问题。所以，民间那句老话，病从口入，又一次被科学以新角度所印证了。到这里，我们已了解了肠道如何通过自身的神经系统和庞大的菌群队伍，对大脑产生深远影响。那什么是精神益生菌呢？这个词近年越来越热，它的英文是 psychobiotic， 字面意思就是影响精神的益生菌。2013年，科学界正式提出这个概念，用来指代那些在临床或实验中被证明能改善宿主精神健康的益生菌菌株。换句话说，不是所有在优酪乳里的乳酸菌都称得上精神益生菌，只有那些有科学证据显示可以减轻抑郁、焦虑、提升情绪或认知的特定菌株才能获此头衔。例如刚才提到的肠双歧杆菌1714株算一个，另外还有加拿大研究较多的干酪乳杆菌 JBE，也就是前面 Cryon 实验用的 Lactobacillus rhamnosus JBE， 以及咱们亚洲科学家发现的植物乳杆菌 PS128 等。值得一提的是， PS128 是台湾学者蔡英杰教授团队从泡菜中筛选出的菌株，它在小鼠实验中被证明能增加脑中多巴胺，帮助舒缓压力，甚至改善类帕金森和自闭症模型动物的行为。近年也有初步的人体试验，例如让高压工作的上班族每天吃 PS128 胶囊，
几星期后发现受试者的焦虑指数下降，夜间睡眠品质提高，对一些自闭症孩子补充 PS128， 有报告说孩子的过动和社交反应有所改善，对帕金森患者使用则观察到肢体震颤的幅度减轻等等。虽然这些还只是早期研究，但结果相当令人鼓舞。这些特殊的情绪益生菌仿佛在人体内充当着微妙的调节器，通过改变肠道生态，降低体内炎症和压力荷尔蒙，并增加对情绪有益的神经化学物质，从而达到稳定情绪，促进心理健康的效果。然而，我们也必须保持科学理性，不能听到这些就觉得找到灵丹妙药了。精神益生菌是不是智商税？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好。所谓智商税，指的是交了钱却得不到真正作用的东西。如果有人以为随便买瓶号称可以让人快乐的益生菌吃了，就能一劳永逸告别抑郁、焦虑，那恐怕要失望。目前的科学证据虽然显示某些菌株有助情绪健康，但效果通常温和，而且不同人反应差异很大。情绪和精神状态是极其复杂的，由基因、生活压力、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决定，不可能光靠几颗菌就翻天覆地。此外，市面上益生菌产品琳琅满目，质量功效参差不齐，有些产品根本没有标明具体菌株编号，只笼统写着某某乳酸菌几亿个，或者即便有标菌株，也未必选用了那些已被研究证实有精神作用的特定菌种。如果买到的益生菌不对路，自然吃了等于白吃，钱花了却没效果，这的确是交了智商税。所以我们在选购所谓精神益生菌时，要特别擦亮眼睛，认准那些有临床实验支持的菌株。例如 PS128 目前算是在亚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明星菌株，国际上长双歧杆菌1714、属里唐鲁杆菌、鸡鸡等也都有一些人体试验数据。挑对菌比乱吃一堆更重要。退一步说，即便吃对了菌，也别指望立竿见影，取代传统治疗。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益生菌可以作为调节肠脑轴的辅助手段，而非灌灵药。很多研究中，益生菌对情绪的影响是统计学上显著，但效应量并不巨大，往往需要持续数周甚至数月才有变化，而且一旦停用，效果也可能逐渐减弱。所以把益生菌当成支持心情的一种日常保健是可以的，但如果有严重的情绪困扰，寻求专业心理咨询或医疗介入仍是必要的。心情要变好，还是得多方合力，健康的饮食、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良好的社交支持，缺一不可。益生菌或许能帮你一把，但自己也要帮自己。话说回来，科学对肠脑轴的了解还在快速发展中。2013年，科学杂志就将微生物群研究列为年度10大突破之一，预言未来10年这领域将有爆发式进展。如今10年将至，回头一看，这个预言果然成真。肠道菌与脑的研究几乎每周都有新成果，从基础机理到临床试验都百花齐放。随着人工智慧和基因测序的加入，我们将更深入地了解每一株菌如何影响大脑。也许有一天，医生会先检测你的肠道菌相，再根据你的肠内生态开具专属的心理处方，比如补充某种你缺乏的益菌，或者通过饮食、益生元调整菌群来治疗抑郁症。这样的肠脑医学新时代已初露端倪。最后，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个看似疯狂的想法，人的第二个脑在肠道。现在看来，这并非夸大之词，肠道确实在很多时刻参与并左右着我们的身心状态。它像是大脑的好搭档，有时又像一个沉默的老师，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反应。我们过去忽略了它太久，是时候给予应有的重视。照顾好肠道，也就是照顾好我们的第二大脑。这意味着我们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多摄取富含纤维的蔬果全谷，适量摄入发酵食品，如优格、味噌、酸菜等，因为它们能提供或促进有益菌。尽量少吃过甜过油的加工食品，避免让有害菌横行。在医生指导下，聪明地运用益生菌补充剂，选对适合自己的菌株。
如果做到这些，你的肠道一定会回报你一个更稳定的情绪和更清晰的思绪。科学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当我们以为了解了一切时，总有新的发现颠覆常识。曾几何时，我们以为人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大脑高高在上，决策情感。如今我们才意识到，人其实是一个复合生物体，体内寄宿着无数微生物伙伴，一起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超级有机体。而我们的心理健康竟和这些看不见的小生命息息相关。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心理学和肠菌学会越走越近，治疗忧郁症可能既要开抗抑郁药，也要检查你粪便里的细菌种类。人们谈论养生不再只说补脑，还会说养肠，这听上去非常奇妙，但想想脑与肠那源远流长的联系，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毕竟我们从母体中孕育时，就是一颗脑一条肠共同开始了生命之旅，两者相依相伴，携手塑造出独一无二的你我。总结一下，大脑不再是情绪和心灵的唯一剧作家，肠道这位幕后导演正走到台前。科学证据表明，肠道及其中的菌群能通过神经、免疫、内分泌等途径，深刻影响我们的情绪起伏、压力反应，甚至记忆与认知功能。精神益生菌的概念应运而生，特定的益生菌株展现出改善心理健康的潜力。但凡事皆有度，我们不能把希望全压在小小益生菌上，也不能因此轻忽传统医疗和良好生活习惯的重要。当前市面上一些打着肠道菌旗号的产品，宣称够神奇，就要谨慎分辨，避免被不实广告割了韭菜。我们需要的是科学加持下的智慧，了解肠脑之间的奥妙，然后明智地运用这份知识来更好地照顾自己。结尾再留给大家一个发人深省的念头，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无数的自我组成，一个是有意识思考的脑之自我，另一个是深藏腹中的肠之自我，还有无数微小却强大的菌之自我。当你下次情绪低落、烦躁失眠时，不妨想想，是不是哪里两个自我失去了和谐？试着从调理饮食、善待肠道入手，也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转变。大脑和肠道就像人生旅途上的两个拍档，一个在前引路，一个在后推动。只有当他们步调一致，身心才能真正的健康快乐。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让你对自己的肚子和大脑多一份新的认识与呵护。祝愿大家都能肠脑和谐，身心自在。